阿明是个很热情的人，常常一开口就停不下来。朋友聚会时，他总是把话题拉回自己，讲自己的经历、成就，结果慢慢大家开始避开他。有位朋友婉转提醒他，有时候真正受欢迎的人，是那个最会倾听的人。阿明一开始不服气，但当他开始练习安静聆听、提问而不是插话时，竟发现自己人缘变好了，也学到了更多。在当今社会，人际互动的艺术愈加重要。人类的烦恼往往源于复杂的人际关系。当我们无法有效处理与他人的关系时，生活会变得艰难，情绪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在这些互动中找到平衡，提升自身的人际关系？一、赞美的力量。每个人都渴求被赞赏，希望他人能对自己表示肯定。现实中却常见上司对下属的批评，或伴侣之间的指责。这虽然能建立威严，但同时也无形中压制了彼此的热情，造成隔阂。要记住，人类的根本需求是认同感。想要让他人听从你的话，赞美总是比指责更有力量，鼓励也比批评更具效果。在一次会议上，老板面对一位因失误而沮丧的主管，选择称赞他的过去成就。这不仅让主管重拾信心，也提升了团队的士气。这告诉我们，真诚的赞美能够激发他人的潜能，而非仅仅是表面的恭维。很多人习惯于批评和指责，但这种方式往往会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。与其这样，不如学会用赞美来鼓励他人，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价值。懂得赞美他人，往往能够使我们在众人中脱颖而出。在某家公司，一名业绩优异的销售主管小李，因为最近一个大客户取消了合约，感到极度挫败。他低着头走进会议室，准备接受老板的批评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老板没有责备他，反而微笑着说：“小李，我记得你去年创下公司历史最高的业绩，这次虽然遇到挑战，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。”这番话让小李顿时充满了信心，他开始重新检讨自己的策略，并主动联系客户，尝试挽回对方的信任。几天后，这位客户不仅回心转意，还签下了更大的订单。二、理解需求的关键。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要素是深入了解他人的需求。成功往往源于关心他人的需求和感受。这样的态度不仅能让我们在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理解，也能促进彼此之间的信任。当顾客走进商店时，若店主主动提供一些免费的试吃或商品介绍，顾客不仅会感受到被重视，还会愿意再次光临。这在商业环境中同样适用。经理若能时常关心员工的需求，便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和工作满意度。理解他人需求的另一种方法是主动询问。在许多情况下，人们可能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，这时我们可以适当的询问。若一位同事在工作中遇到困难，我们可以主动提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？这样的开放性问题不仅能显示我们的善意，也能促进对方分享他们的真实需求。在某个热闹的夜市里，有两家卖水果的摊贩，其中一家的生意特别好，而另一家却门可罗雀。好奇的阿美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关键在于服务方式的不同。生意兴隆的摊贩老板，每次顾客来时，总会先询问：“你是要自己吃，还是买来送人呢？”如果是自己吃，他会推荐最新鲜、价格实惠的水果；如果是送人，他则会提供包装精美的礼盒组，还贴心的提醒哪些水果较适合长途携带。相反地，生意冷清的摊贩只是单纯的等待顾客问价钱，没有主动了解顾客的需求，结果两者的业绩差异越来越大。倾听与理解他人的需求，往往能带来更好的关系与结果，不管是在商业还是人际交往中都是如此。三、倾听的艺术。在人际交往中，许多人习惯于表达自己的观点，却往往忽略了对他人需求的了解。学会真正的倾听，不仅能让对方感受到尊重，
也能让我们在交流中获得更多的资讯。这样的互动方式不仅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还能让沟通更加顺畅。在团队会议中，经理如果能耐心的聆听每位成员的意见，将能够营造出一个开放和包容的氛围。这种环境下，团队成员会更加积极发言，从而增强了整体的合作精神。一心是一名资深的业务员，他从不急着推销产品，而是先聆听顾客的需求。有一次，他遇到一名顾客，看似对产品有兴趣，但又迟迟不愿意下单。一心没有急着介绍产品，而是问：请问您目前最在意的问题是什么？对方开始诉说自己的担忧，例如价格、使用方式等。一心仔细聆听，并针对对方的顾虑给予合适的建议。最后，顾客安心的购买了产品，还推荐了朋友来光顾。4. 请求帮助的力量。请求他人帮助，也是建立良好关系的有效方法。根据富兰克林效应，曾经帮过你一次忙的人，会比那些你帮助过的人更愿意再帮你一次忙。想取得一个人的支持，尤其是圈子外的人的支持，那就先找他帮个忙，事情会出现意想不到的转机。当你在工作中遇到挑战时，主动向同事寻求建议，不仅能获得实用的帮助，还能增进彼此的关系。这样的互动让同事感到自我的贡献得到了认可，从而愿意在未来提供更多的支持。阿成是一名刚入行的木匠，性格好强，总希望靠自己完成所有工作。有一天，他接到一份制作精美木雕的订单，但由于技术不足，他试了无数次都无法雕刻出理想的细节。店里的老木匠看见后问他：你为什么不请教我呢？阿成犹豫了一下，最后还是开口了。老木匠耐心指导他如何控制刀的角度与力度，还分享了一些独门技巧。结果，阿成的木雕大幅进步，最终成功完成了订单。请求帮助并不代表自己无能，而是获得成长最快的捷径。冬天，一名独自开车的男子遇到了一场大雪，车轮深陷积雪里，无论他怎么踩油门都无法动弹。他下车试图用手挖雪，但几分钟后就精疲力尽。这时候，一个当地人走过来，对他说：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帮你。男子本来觉得自己应该能解决，但最后还是点了头。当地人找来几位路人，一起推动车子，几秒钟后，车子顺利驶出积雪。有时候，一句能帮帮我吗，能让问题迎刃而解。5. 设定健康的界限。建立人际关系并不意味着要无条件的迎合他人，设立健康的界限同样重要。过度的包容可能会让人觉得你缺乏立场，从而影响对方对你的尊重。适时的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想法，有助于维护自我的尊严。若朋友经常在你忙碌时寻求帮助，但你始终忍让，最终可能会导致关系的紧张。此时，清楚地告知对方你的情况，能够让他理解你的底线，进而促进更加健康的互动。小珍是个热心助人的人，每次同事有问题，他总是第一个跳出来帮忙，无论是修改简报、处理表格，甚至加班帮别人完成工作，他都一口答应。渐渐的，大家习惯了找他帮忙，甚至开始把他的善意当成理所当然。某天，他因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完被主管责备，而那群曾经受他帮助的同事，却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。这让小美开始反思，她的热心并没有换来尊重，反而让别人认为她应该帮忙。于是，她开始学会说不。当别人请求帮忙时，她会先评估自己的时间和能力，再决定是否接受，而不是无条件的答应。当她开始设定界限后，虽然有些人一开始不习惯，但久而久之，大家反而更尊重他，也不再轻视他的帮助。6. 降低期望的重要性。调整对他人的期望，也是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。人际互动中，过高的期望常常会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与失望。当我们学会放下这些期待，便能更轻松地享受彼此的相处。当你对朋友的行为抱有过高的期望时，
若结果不如预期，可能会影响你们的关系。相反，持开放的心态，接受对方的差异，将有助于促进健康的互动。小芳在公司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每天加班，总希望能在年终考核时获得晋升机会。她信心满满，觉得这次一定轮到她了。结果公司选择了另一位同事，小芳顿时觉得失落与愤怒。为什么不是我？我比她努力啊！她向她闺蜜诉苦，对方淡淡的说，职场不只是努力，还有机遇、团队合作与决策层的考量。如果你太执着于一定要达成的期待，反而会被情绪困住。换个角度，把期待降低，将每次努力都视为提升自己的过程，而不是单纯为了升职，你会更快乐。小芳听完，心里豁然开朗，她决定继续努力，但不再执着于结果，反而在未来的机会来临时变得更加从容。阿伟的父亲即将过60岁生日，他计划了一场盛大的惊喜派对，邀请了亲戚朋友，还特地准备了父亲最爱的红酒和蛋糕。他满心期待父亲会感动落泪，开心的拥抱他。然而，当父亲到场时，只是微微一笑，简单的说，谢谢，很不错。阿伟有些失落，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得到想要的回应。母亲看出了他的情绪，轻声说，你办这个派对，是因为你想让爸爸开心，而不是为了他给你什么反应，对吗？阿伟一愣，顿时释怀。他明白了，降低对别人的反应的期待，才能真正享受付出的快乐。总之，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人生中重要的财富。透过相互的赞美、倾听和理解，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建立稳固的联系，最终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找到真正的快乐。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，懂得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，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丰满而有意义。